第1126章担架。一条条空间船犹如流星划过黑暗天际般的闪掠而过，然后如鱼入大海一般，蜂拥般的掠进那巨大的银色光圈之内。萧炎等人所在的那条黑色空间船也是随着大流，顶着那无比剧烈的空间波动掠进光圈，消失不见。在闯进银色光圈时，那剧烈的空间波动令得整条空间船都是剧烈的颠簸了起来。不过这种颠簸只是持续了不到10秒时间，便是徐徐消散。而那充斥萧炎等人视线的银色光芒也是越发的微弱。半晌后，银色光芒猛地爆发而起，刺眼的强光令得萧炎等人习惯性的便是将双眼微眯了起来。在萧炎等人闭目间，突然有着柔顺的清风迎面而来，温柔的触感令得一行人那因为赶路而紧绷的心逐渐的放松而下。然而就在他们心情逐渐放松间，一阵极为刺耳犹如噪音般的嘈杂声却是铺天盖地的钻进了耳中，令得猝不及防的萧炎等人瞬间头晕眼花，眼眸徐徐地睁开。出现在萧炎视线之内的是一片完全由赤红岩石铸建而成的庞大广场。这片广场目光看不见尽头，唯一能够看见的便是那满眼至视线尽头的一抹红线。看这模样，想必至少也是有上千米辽阔。萧炎等人站在其中，就如同一只细小的蚂蚁般，丝毫不惹人注意。此刻这片赤红广场上几乎是挤满了人山人海，铺天盖地的喧闹声从其中传出，最后汇聚在一起，冲上云霄，连天际上的云层都是在这片天际变得淡化了许多。这里便是圣丹城了吗？望着这庞大的望不见尽头的广场，萧炎也是忍不住的轻吸了一口气。现在他后方的那一片空间正在不断的泛起剧烈扭曲波动，一条条空间船不断的从中掠出，最后迅速变得渺小，而其中的人影却是犹如下豆子般不断的从天空上降落而下。显然这里是一处空间虫洞的降落出口点，这里只是圣丹城外域的一处空间点而已。这种空间广场在外域有着8个。一旁的叶仲看了一眼四周，眼神颇有些复杂。自从叶家没落之后，他们便是很少再来这里了，即便是每一次的5大家族考核也是灰溜溜的来，然后在丢尽脸之后又灰溜溜的离去。闻言，萧炎嘴唇立马便是抖了抖，光是这么一个广场恐怕就已经有将近1/10的邺城大小，但这圣丹城居然配备了8个。呵呵，不用吃惊，圣丹城分外域与内域，如今我们所处的位置便是外域，至于丹塔嘛，则是在内域。当然不管外域内域都是丹塔的地盘。叶仲见到萧炎那副模样，不由得笑道，这圣丹城虽然号称为城，但却远非寻常城市可比，若是光论面积的话，几10个邺城都赶不上它。萧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这哪里是城市啊，简直就是另外一片辽阔地狱了。按照萧炎猜测，这所谓的圣丹城恐怕不会比黑角域小多少，这等面积，即便是一些斗宗强者要将之从北飞到南的话，怕都是需要将近半天时间。现在人流量还不是最顶峰，等到丹会即将开始前的1个月，那才是恐怖。嘿嘿，别看圣丹城这么大，到时候依然会显得拥挤的。叶仲笑道，你可不要太小看丹会的吸引力。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到了这圣丹城，他方才是知道什么叫做乡巴佬，如此庞大的城市，今日也算是长见识了。我们现在先去哪？收整了一下心情，萧炎与小医仙等人的目光都是望向了叶仲。圣丹城，萧炎等人皆是第一次来到，对这里半点都不熟悉，一切都是得靠叶仲这匹老马。再有几天时间，5大家族的考核便该到了，今天赶了1天的路，先找个地方休息。明天我带你去丹塔的一处测试点，你需要考取1枚丹塔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叶仲略作沉吟道，炼药师等级徽章。闻言，萧炎一怔，还需要这东西？炼药师等级徽章这东西，萧炎只弄过1次，便是当年在加玛帝国历练时弄了一个3品炼药师徽章，在那之后便是再没有去弄过。呵呵，丹塔的认证可不比其他地方，这里出了名的严苛，也正因此，他的等级徽章方才能够全大陆通用，放到任何地方都是拥有着绝对的震慑力。而想要参加丹会，等级徽章是必须配备的，不然不会允许你参加。叶仲笑道。萧炎微微点头，对此他也没有多大的抗拒，不过这么多年未曾再参加过这种等级测验，他倒的确是有些好奇。见到萧炎没有异议，叶仲也是一笑，辨认了一下方向，
刚欲先带着几人找个歇脚的地方，其背后远处的天空却是突然泛起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旋即一俩有几头通体呈璀璨银色飞马驮负的雪白车轮出现在了这片天空之上。突然出现的雪白车轮立马便是吸引来了周围无数道目光的注视，旋即一道道精华之声响彻而起。居然是虚空天马兽，这究竟是何人？居然排场这么大！虚空天马兽，听得下方响起的惊呼声，萧炎眉头也是一挑，目露惊讶地望着那雪白车轮。他听过这种魔兽，虽然只是6阶层次，但却是极为的罕见。他们拥有着在虚无空间飞行的能力，而且速度比起空间船不仅舒适，而且速度也是快上许多。很多人都是想拥有一头虚空天马兽，但由于它的罕见，导致在一些拍卖会上始终都是处于有价无市的局面。然而今日这神秘的雪白车轮居然能够用几头虚空天马兽来当驮负车轮，这般手笔可不为不大。一旁的叶仲目光也是顿在那雪白车轮上，片刻后眉头却是一皱。叶仲长老知道这车轮主人是谁？见状，萧炎不由得好奇地问道：看见那车轮上的单形族徽了吗？这是丹家的特殊标志，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这车轮内所乘坐的应该便是丹家此行参加考核或者丹会的人。叶仲点了点头道。闻言，萧炎目光顺着望去，果然是见到在那车轮之上有着一道金黄色的圆形族徽，看上去就如同一枚丹药般。丹家嘴中念叨了一声，萧炎缓缓地点了点头。丹域5大家族，丹曹白秋叶，如今的状况是丹家始终最为低调，但实力却是无人能质疑。曹家声势最壮，白家也算丹域豪门，说话分量也不轻，邱家也略差，但比起叶家又是好上了无数。总的说来，如今的5大家族也就叶家最凄惨，其他4大家族即便是再不济的邱家也能够稳稳地保持着自己家族在丹塔的地位。既然丹家的人都来了，那么想必其他3大家族的也该快了。叶仲沉吟道：不知道今年这丹家参加考核的会是谁？丹家可有能跟曹家那曹颖相比的？萧炎摩挲着下巴道：这个不太清楚，丹家做事向来低调，但这家族也算是极其的拥有炼药天赋，当年辉煌时可是在丹塔长老席占据了3席之位。闻言，叶仲有点尴尬道：不过参加考核的人，按照常理他们都不会派出年轻一辈的最强者，因为这种考核对于他们来说通过并不难，而这也会是我们的机会，毕竟如此取得前3的几率也能够大上不少。萧炎微微点头，他知道这考核对于叶家有多重要，若是他不帮忙的话，光凭叶家年轻一辈的实力，别说抢前3了，光是及格都困难。在萧炎等人谈话间，天空上那雪白的车轮则驾驭着几匹虚空天马兽，在一阵清脆的滴答之声下消失在远处天际之边。走吧，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明日便去丹塔测验会，先弄个等级徽章，然后再考虑接下来考核的事。叶仲笑了笑，对于萧炎的实力他还是比较放心的，不过他唯一担心的便是此次其余4大家族派出来的年轻一辈会比以往更强，毕竟如今也是临近丹会，能够前往而来的年轻一辈自然不会是庸手。话路，叶仲身形一转，对着那赤红广场之外飞掠而去，其后萧炎、小医仙等人紧随而上。